纯爱如烟他来了，他带着高达1个城市人口点赞量的完结爽文来了，请自备啤酒饮料花生米，马上发车。听讲座闲得无聊，我给网恋对象发消息，姐姐 V 我5块买瓶营养快线，下次见面还你。下一秒，同样的消息出现在大屏幕上，而台上那位一向被誉为高冷御姐的讲师面色不改，从容回复，乖，我在工作，晚上再说。我人傻了，为了凑学分，室友拉着我四处听讲座，3小时内5个教授讲师轮番上台演讲，我默默坐在下面，屁股都要麻了。第6个讲师上台时，场下忽然开始爆发惊呼，室友也激动不已。博达快看，柳如烟，刘老师来了！我抬头看去，是那位学院最年轻的传奇讲师柳如烟。进校没多久，就凭借她那张美的人神共愤的脸和清冷禁欲的气质，被广大男学生奉为高冷女神。此刻她只是在台上调试幻灯片，却依旧出尘的不像话，正盯着她2条大长腿流口水。我忽然注意到她腕上还系了一条红绿相间的手绳，跟我前段时间推荐给网恋对象的转运绳一模一样。一想到网恋对象，我脑子里瞬间浮现出她昨天晚上主动发给我的腿照，又直又长又细，跟眼前的腿简直一模一样。我忍不住翻开聊天框，和她的上一条消息还停留她说要去打工了。那她这会儿应该正在上班。我顿时恶向胆边生，想要捉弄她一番，迅速编辑消息，姐姐 V 我5块买营养快线，下次见面还你。发送成功的下一秒，大礼堂忽然哄闹一片，气势之大比刚刚柳如烟上台更甚，室友拼命掐我。天哪，博达你快看，那是柳如烟的男朋友吗？我懵逼的抬头，却看见大屏幕上出现了和我刚刚发的一模一样的消息，而正在微信中翻找原版 PPT 文件的柳如烟垂眸，淡定从容地关掉了聊天框，拿出手机敲了几下，紧接着我就收到了网恋对象的回复，乖，在工作，晚上再说。我人傻了，大礼堂内的哄闹还在继续，你刚刚看见了吗？柳如烟给她男朋友的备注是乖乖，感觉好宠。岂止，她男朋友还是她的唯一置顶。别说了，求你，没什么比刘老师有男朋友了更让我心碎，每天对着这么一张脸，她男朋友过的都是什么好日子？室友后知后觉的转过头，对了博达，我刚看到刘老师男友头像跟你一样，好巧啊。我干笑2声，是吗？哈哈，我没注意。室友对我的无动于衷很失望，又转头拉着别人讨论起来。而我看着讲台上的柳如烟，心跳一点点加快，相同的转运绳，相同的头像，相同的消息，一切的一切都明明白白的说着柳如烟就是我的网恋对象。可这反差也太大了吧。我又不自觉回想起那几张露骨的腿照，再看着面前衣着保守谈吐优雅的女人，突然就红了脸。柳如烟她私下居然是那样的吗？后半场讲座我已经神游天外，只看着柳如烟的嘴一张一合，满脑子都是那些图片。讲座结束后，柳如烟离开得很匆忙，离开时我听到前排几个男生的议论，你刚刚听到了吗？刘老师好像是要急着回去找男朋友呢。心好像忽然漏跳了一拍。回寝室的路上我就收到了柳如烟的轰炸，怎么了乖乖，怎么不回我？我工作结束了，要继续刚刚的话题吗？宝宝在干嘛呢？怎么掉了我就玩消失？刚刚太急，忘记 V 你5块买营养快线了，转账5万元，怎么还不理我？我看着一条又一条的消息，有些不知所措，感觉很难把柳如烟的脸带入到这些话里，同时又觉得有点羞耻，不知如何回复。正犹犹豫豫，收到了隔壁师兄的传话，博达，徐老师说他电脑又坏了，叫你去看看。徐老师是我的导师，自从我上次顺手帮他修复了电脑卡顿后，他就总爱使唤我帮他修电脑。我不敢怠慢，马不停蹄的去了。到办公室后才发现柳如烟也在这里，她坐在对面的一张办公桌上，安静低头捧着手机，看上去心情不太好。我不敢多看，努力目不斜视的去帮徐老师修电脑。处理好后，徐老师眼睛笑成一条缝，我就知道小鸡最会这个了。对了，刚刚刘老师还说他微信收不到消息了，你也去帮刘老师看看。他指了指柳如烟，我愣了一下，几乎是瞬间意识到柳如烟的微信为什么收不到消息，这是可以修的吗？但在徐老师笑眯眯的眼神里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走过去，刻意压粗嗓音，刘老师，徐老师说您微信好像坏掉了。柳如烟显然是出神了，她被我吓了一下，而后立即下意识侧身和我拉开距离。没有，她私下一向客气疏离，此时却正合我意，刚想转身就跑，柳如烟的视线却忽然定格在我手上，我手上拿着手机，屏幕亮着，露出一张小狗照片做的屏保。我瞬间想起来，我曾经给我的网恋对象发过很多张我家小狗的照片，并且选出我最喜欢的一张做了屏保。察觉到柳如烟越来越灼热的视线，我赶紧将手机揣进兜里。刘老师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柳如烟却忽然开口，等一下。她伸手拦住我去路，我能看看你的手机屏保吗？我瞬间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她该不会是认出来了吧？下意识挡住装着手机的口袋，说话也结巴起来。可能不太方便。柳如烟微微蹙眉，怎么了？我口不择言，因为我的屏保很隐私。柳如烟思索了片刻，脸上露出歉意的表情。抱歉，我无意冒犯，只是刚刚看到屏保上的小狗很像以前救过我的一只，所以非常想确认一下，如不方便，你可以挡住隐私的部位。我被他说的一愣一愣，我家狗什么时候还救过他？但在柳如烟那样真切希望找到恩狗的眼神下，
我鬼使神差拿出手机给他看了，只凑近看了一眼，他眸中神色已然变幻，再看我时，眼神里多了份探究和期待。他轻轻开口：“这是你家的小狗吗？”我瞬间就把手机给抽了回来，大意了。什么救命恩狗啊！他分明就是在试探我。当然不是，我疯狂摇头，大脑飞速运转。这是我哥哥家的狗。柳如烟歪头，有些不解：“你哥哥？”我点头如捣蒜，手里不动声色拿出手机登上小号，翻出之前用大号给小号发各种垃圾信息的聊天记录。对啊，你看，这就是我哥哥当时发给我的图片。我指着当时反复修图时发给小号做对比的小狗照片，心里无比庆幸自己有把小号当垃圾桶的习惯。柳如烟凑过来一看，眼睛瞬间亮了，她指了指我的大号头像：“这是你哥哥？”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连忙又撇清关系。但是其实我们不是特别熟。柳如烟却激动的要跟我握手：“同学，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，回头我可能需要你帮些忙。”其实我真不想给柳如烟留联系方式，可柳如烟说那话的时候，余光还瞟了一眼不远处的徐老师。徐老师手里有我的大号，如果柳如烟去跟别人要我的联系方式，我就直接露馅了。所以我当即就用小号加了他的好友，还冲他笑得热情洋溢。当然没问题啊，刘老师。转身的一瞬间脸就垮下来了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虽然柳如烟作为我的网恋对象，对我几乎百依百顺，可那是因为她喜欢网上的我。如果她知道我现实里是她的学生，她还主动给我发过那种露骨的照片，说过那些肉麻的情话，凭她的性格，一定会羞愤欲死吧？到时候我不仅会被分手，在学校里说不定还会被她穿小鞋。最好的办法，或许只有我先不动声色地跟她分手。虽然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走在路上，我又收到了柳如烟的轰炸：“乖乖，我刚刚发现我有个学生是你的弟弟，是不是很巧？他还用你家小狗照片当屏保，一定跟你关系很好吧？你不要误会哦，乖乖，我是碰巧看到的，不是故意调查你。为什么还是不理我啊？”转账2万，看着他一条又一条的消息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心一狠，干脆开启了免打扰模式。回到寝室后，我简单收拾了一番，登上小号，才发现柳如烟也给我的小号发了消息：“季伯达同学，请问你现在能联系上你的哥哥吗？”我特地隔了一会儿才回他：“不能啊。”刘老师，原以为这样他就能消停点，结果下一秒我直接瞳孔地震。柳如烟决绝地给我的大号发来2条消息：“乖乖，你是不是出事了？你等着我，我现在就去报警。”我虎躯一震，啥玩意？报警？那我可就真完蛋了。柳如烟这是什么脑回路？我赶紧刷刷打字：“姐姐我在。”我下午不小心睡着了。柳如烟顿时松了一口气：“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，宝宝，你还没吃饭是吗？快把转账收了去吃饭。”井号摸头：“井号，你今天一直不回我的时候，我感觉心里好慌。乖乖，你不会不要我的吧？”看到这句话，我心里顿时涌上一股难言的情愫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。柳如烟一直对我体贴周到，而且又肯给我花钱，又肯给我看腿照，我就这么想着跟她分手，是不是太坏了点？可如果这么继续下去，我又能瞒得住多久？我越想越难过，鼻尖一酸，啪嗒就滚落2滴热泪。室友恰好从我身后经过，吓了一跳：“博达，你怎么了？”我回头看他时，只觉自己眼前有些模糊。室友一把就将我肩膀揽住：“谁欺负你了？”他一副要找人干架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开口：“大龙啊，如果你发现你的网恋对象在现实里是跟你根本不可能的人，你会怎么办啊？”他顿时松了一口气：“就这点事，大不了就分手呗，一个女人而已。你长这样还愁找不到对象？”他又想到什么似的，话锋一转：“不过他有没有问你要过钱啊？我听说现在有的女人网恋就是为了骗钱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柳如烟不仅没问我要过钱，还给我花了不少钱。室友察觉到我的愣神，又赶紧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嗨，要过也没关系，玩玩嘛，别花太多就行。”因为害怕柳如烟报警，我不敢直接跟她断联。想到室友的话，我又不敢跟她太犟，辗转反侧之下，龇牙咧嘴给她回了句：“想什么呢？”她秒回：“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今天还想看照片吗？感觉昨晚给你发照片，你很喜欢。”我瞬间鼻血上涌，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？但是现在知道昨晚看的是柳如烟的身子，感觉更刺激了。但我同时也有些犹豫，不好吧？他回得理所应当，这有什么不好？我喜欢给你看，我还是有些犹豫，不知道现在还该不该看。结果10分钟后，柳如烟腿照、腿照、腿照，很露骨的腿照。他陆陆续续发来好多张角度各异的，其中有一张，他穿了2条颜色不一样的丝袜，一黑一白，屏幕差点都装不下那2条大长腿，我眼睛都直了。他很快问：“这样可以吗？”简直太可以了。可我一想到柳如烟演讲时永远的宽松裤子，就感觉自己简直是在犯罪。那可是柳如烟啊！我忍痛回复：“你别拍了，姐姐，我不喜欢这些。”他发来一个疑惑的表情。可昨晚你明明很开心。他还截图发来了我昨晚给他狂发流鼻血表情包的记录，还不停叫嚣姐姐，裙子可以再短点，简直伤风败俗。有为刚长啊！我两眼一闭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变了姐姐。柳如烟发了个哭哭的表情后，很久没再给我发消息。我再登上小号一看，柳如烟果然来这里了。季伯达同学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问问你哥哥对他女朋友的看法？你哥哥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好？为了将伪装贯彻到底，我选择装傻。女朋友？他有女朋友吗？
柳如烟斩钉截铁：“当然，你去问问就知道。”我忽然灵机一动，用小号给大号发消息演了一段：“哥，你有女朋友了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哥，真的吗？”“你别骗我哈，真没有。”然后把截图发给柳如烟，强调他说他没有女朋友。柳如烟急眼了：“怎么可能？这真是你哥啊！”他发来我的信息主页，我说：“对啊，怎么了？”刘老师。然后他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很久以后，我才在大号收到他的一条消息：“乖乖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”我瞬间感觉到心里一股钝痛，但很快消失不见。我努力若无其事的打字，有一点，好像是腻了，1年多了，你不腻吗？他回得很快，一点都不，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，我可以改，乖乖。你说你不会不要我的，我又开始难受了。如果要我这样再跟他耗一段时间，对我对他都太折磨了。感受着心里的酸涩，我干脆选择了直接迈出那一步。就算他真找我要还钱，我攒还他就是了。当断则断，别再拖了。对不起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我一狠心拉黑了柳如烟，一瞬间就觉得空落落的。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这样柳如烟就永远不会知道，她跟自己的学生谈过恋爱。我努力像往常一样生活，可总是在食堂被插队，或是被安排繁杂工作的时候，下意识就想要跟柳如烟抱怨，却发现我早已经拉黑了她。柳如烟曾经试图通过我的小号帮忙牵线，但我再三表示自己被拒绝后，她也再没联系过我的小号。或许她已经接受了吧。除了从教学楼墙上贴的名师风采上看到她，我和她彻底断联。有天徐老师又叫我去修电脑，我调试时无意间听到他打电话，一向稳重的徐老师一下变了脸色。什么？在哪个医院？我现在就过去。我顺口问了句：“怎么了，徐老师？谁生病了吗？”徐老师火急火燎地收拾东西。刘老师，柳如烟，你应该也认识。哎，不知道他这2天怎么搞的。我瞬间愣在那里。柳如烟，柳如烟进医院了。我不受控制地抓住徐老师的衣袖。什么？刘老师？刘老师怎么了？徐老师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，但还是解释，他前几天就开始吃不下饭，刚刚在家晕倒了。我如遭重击，他吃不下饭，不会是因为我吧？等我再想问些细节时，徐老师已经背着小挎包匆匆离去了。我如坐针毡的在徐老师办公室待着，等了快2个小时，忍不住给徐老师打了个电话。他过了很久才接，语气中有浓浓的疲惫。小季，我捧着手机，徐老师，我想问问刘老师怎么样了。察觉到关心的不妥，我赶紧补充，我有个亲戚在医院工作，或许我能帮忙呢。徐老师叹了口气，颇有些恨铁不成钢。谢谢小季，不过没事，这个傻姑娘是失恋，把自己搞成低血糖了，加上她本来就有胃病，得住几天院。心中的猜测在此刻得到肯定，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感受，只知道急急询问。那我能去看看刘老师吗？以前我照顾过我妈住院，我很有经验。徐老师想了想，你愿意帮忙也好，刚好我下午还有场讲座。小季，我就放心你，她是我女儿，也就比你大4、5岁，你别把她当老师对待就行。我又是一愣，柳如烟居然是徐老师的女儿，难怪徐老师刚刚那么着急。我第一次拒绝了室友听讲座的邀请，按照徐老师给的地址，很快赶到了医院。徐老师和我交接之后就离开了，而我走进病房，就看见柳如烟靠在床头，手上插着输液的管子，看上去苍白又脆弱，眼尾还有些红。她循着动静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很快转回去。我默默走过去，拿起一个床头柜上放的橘子给她包，措辞许久才郑重开口：“刘老师，我哥都跟我说了，他说分手只是因为不合适，不是你不好，而且他很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”我将包得干干净净的橘子递给他，他说他希望你能好好对自己。柳如烟低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橘子，像是一下想到了什么，他思索片刻，从果篮里拿了个草莓递给我：“你也吃点。”我摇摇头拒绝：“谢谢，不过我不爱吃草莓。”他怔了1秒，凝神抬头看我：“你和你哥还挺像的，都不爱吃草莓，而且吃橘子都会剥掉橘子丝，这都是我曾跟网恋对象随口提过的个人习惯。”他居然都记得。我手抖了一下：“是吗？”柳如烟盯着我的眼睛，这么听声音也很像。我赶紧又压粗了嗓音：“没有吧？”柳如烟坐直了身子，像是一下有了力气：“别压嗓子。”我压得更使劲了。我没压。柳如烟深邃的眼神就那么看着我，像要把我整个人洞穿。忽然眉头末尾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要用你哥家的小狗当屏保？”我随口瞎编，因为觉得很可爱就用了。我胆战心惊地陪了一会儿柳如烟，她总是会突然问我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，搞得我精神高度紧张。眼看着她吃了一些粥菜，才放心离开。晚上回到学校，我接到了徐老师的电话。小老太太听起来很开心：“小季啊，你还真是有经验呢。那傻姑娘一直吃不下东西，现在终于有胃口了。她说她就喜欢你陪着一起吃饭，不然就没胃口。你后面几天能不能也抽空去看看她？”我向来不敢拒绝徐老师的要求，更别提这件事还是因我而起。可是柳如烟为什么要跟徐老师那样说？她该不会发现什么了吧？我越想越紧张，几乎一夜无眠。第2天只能顶着2个大黑眼圈去给柳如烟送饭。她一见我就皱起眉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不明所以，懵懵的抬头啊。她伸手微凉的指腹抚上我的黑眼圈：“没休息好。”我吓得赶紧后退一步，跟她拉开距离：“挺好的呀。”她默默垂眼，一边打开食盒，一边小声问：“我还要住1周院，你都会来的吧？”我一下子站起来，
徐老师不是说3天吗？柳如烟抬眸，抿唇看着我不说话，眼中水光盈盈，我一下就心软了。一周就1周，他这才展颜，露出一个难得一见的笑容。我在旁边监督他认真吃饭，他吃着吃着，视线却忽然转到了旁边的床位上，旁边一对情侣也在吃饭，女生右手打着石膏，坐在病床上撒娇，我手都受伤了，你不能喂我吗？男生无奈一笑，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喂给他。柳如烟的眼神牢牢锁定在女生的手上，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眼中情绪一闪而过。隔天我再去的时候，柳如烟的右手就受伤了，原本修长漂亮的手缠了厚厚的一层纱布，鼓鼓的看上去有些滑稽，我吓了一跳，怎么回事？柳如烟感伤的看着自己的手，昨天你走之后，我想给自己削个苹果，结果不小心，我赶紧坐到他床边。那你这手还能行动吗？他眼睑低低垂着，像是很不好意思。我是不太行，而且医生也让我别用右手，可是我不太会用左手怎么办？他眼神一直往食盒上瞟，越说声音越小。我为难的挠挠头，那吃饭难道要我喂你？然后又赶紧自我否定。但是这不，他不等我自我否定结束，已然感激无比的看着我，这也太麻烦你了，真的很谢谢你，你太善良了，博达同学。为什么我感觉他的眼神里好像有一股期待？我僵硬的打开食盒，僵硬的拿起勺子，僵硬的舀了一勺粥送到柳如烟嘴边。她笑意盈盈，眼神专注的看着我，我如坐针毡的躲避她的视线。她吃的一口比一口欢快，几分钟就把一大碗粥吃完了，甚至还意犹未尽。没了吗？我如释重负的摇摇头，没了。第3天，我稍微适应了一点给柳如烟喂粥这个动作，只要我把它当成一颗大白菜，在柳如烟能溺死人的眼神中，我坚毅地往她嘴边送了一勺。房门口忽然传来物品掉在地上的声音，循声看去，病房门口不知何时乌泱泱围了一圈人，有老师有学生，大都手里带着看望病人的礼品或花束。为首的是我的室友，此刻他正目瞪口呆地望着我，手里的果篮已经掉在地上。我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，人还维持着亲身给柳如烟喂粥的动作，室友先反应过来，迅速带着一帮子人后退，还带上了门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了。真不好意思啊。病房门关上，但显然隔音效果不佳，因为我听到了外面叽叽喳喳的议论。我的天哪，居然有男人能进得了刘老师的身！我角度太偏了，没看清，他们刚刚是亲上了吗？说什么呢？他们只是在吃饭，可是我感觉他俩真的只差一点就要亲上了。而且刘老师眼神都快把那男生给吃了，他俩怎么在病房里谈恋爱？我坐在那里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眼睁睁看着柳如烟由于听到外面的议论而缓缓勾起的嘴角，脸红的快要爆炸，只能坐立难安的站起来。那个，要不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？柳如烟却抓住我的手腕，歪头，解释什么？我语无伦次，我们不是。他打断我，捕风捉影而已，没必要解释。见我迟迟没应声，他又眨眨眼，还是说你很介意这个？我赶紧摇头，他松了一口气，那就没事，让他们误会去吧。我呀，柳如烟意识到自己话中歧义，又连忙补充，我是说不用在意，都是误会，误会的下场就是一回寝室，我就被室友严刑拷打。博达，你什么时候跟刘老师？幸好我在最前面，他们都没看清你的脸。我连连摇头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只是徐老师托我照顾他。他满脸不信，你可得了吧，当时刘老师眼珠子都粘你身上了，你敢说你们没情况？我继续摇头，他更激动了。你知道有多少人垂涎刘老师的美色吗？从我们学院能排到体育学院，可他只让你净了身，你要是这都不冲，我可看不起你。我冲啥呀冲？平平安安把柳如烟从医院送走，对我就是最好的恩赐了。1周后，柳如烟终于出院了。我离开的时候，随口问了医生一句柳如烟的状况，医生直摇头，我心里一惊，他才解释，3床那个病人明明容光焕发的，输2天液就好了，他硬说自己很不舒服，死活要住院观察1周。挺漂亮一姑娘，咋喜欢住医院呢？我看着医生边摇头边离去的背影，心里满是问号。柳如烟自己要住院，她咋想的？医院住着又不舒服，等等，她该不会是想整我吧？难道是因为被我哥分手，想搞连坐？虽然医院就在学校附近，但是我天天给她送饭，也不轻松的。我越想越怀疑，决定以后再也不听柳如烟的讲座了。刚下定这个决心没多久，我的小号就收到了柳如烟发来的消息，博达同学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柳如烟的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，我和她面面相觑，气氛焦灼。她指了指电脑屏幕，率先开口，刚刚收到的教务处的开课安排，下学期你们班需要选我的课。我愣了下，她跟我说这个干啥？该不会真的要连坐吧？她见我神色紧张笑了笑，你别紧张，我就是跟你说一声。我呆呆地点点头。话没说完，她突然叹了口气，说起来我还真是很想念你哥哥，没有他在，感觉生活都索然无味。我瞬间更紧张了。你这么喜欢他？柳如烟看着我，很认真的点头。我很喜欢他。你哥哥有可能考虑跟我复合吗？我什么都可以答应。我手足无措。这个，他肯定有他的想法。他观察着我的表情。如果你哥哥要是因为什么身份关系的差异而分手，他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？我瞳孔地震，他这都知道，但我仍努力维持镇定。我不知道我不能干涉他的想法。柳如烟没再说什么，合上笔盖。我还想请你帮个忙，
把我刚刚的话传达给你哥哥，让我和你哥哥见一面，可以吗？我刚想婉拒，就看到柳如烟指着电脑上的开课单，意有所指。你下学期这个课，我瞬间就答应了。开玩笑，谁不知道柳如烟的课难混啊？他对学术的要求非常高，而且经常闭卷考试。他给我看这个，一定就是想威胁我。我当然没法真的和柳如烟见面，所幸的是，我真有个哥哥，求了我表哥5个小时，他才答应替我见柳如烟一面。见面的地点是柳如烟定的，在一家很别致的法餐店。我偷偷躲在不远处观察他们的动静。我哥过去后，柳如烟笑着抬眼，然后笑容僵在了脸上。不过也就只是一瞬，他们很快握了个手，就开始热情的攀谈。1个半小时，2个人嘴皮子都没歇过，应该是聊得很开心吧。我在旁边看着，不知不觉手里的棒球帽都揉皱了。等结束，我哥过来拍我后背时，我才恍然回神，他表情很兴奋。你上哪儿网恋到个这么极品的？分啥呀分？我帮你接着谈呗。不过他好像没跟我提什么复合的事情，只是聊了点家常话题，不像是要求复合啊。我愣了一下，你认真的吗？他瞥我一眼，那能有假？说真的，这么漂亮的我真喜欢啊。我沉默片刻，虽然我觉得我也挺喜欢他的。那你现在去跟他说你换个微信号。他答应的飞快，转身就要去追，刚起身就呆住了。刘老师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循声回头，才发现柳如烟正站在我们身后不远处，她逆着光，就那样静静地看着我，语气不疾不徐。博达同学，还想装到什么时候呢？我大惊失色，跟表哥道歉后，我被柳如烟拎到了饭店的一个包间里。我窝在椅子上，像个鹌鹑。他叫来服务员，随口就报出了我最喜欢的几道菜，又回头，还想吃什么吗？我连连摇头。他合上菜单，刚刚我其实一直有用余光看你，我嘴巴抿得更紧了，是吗？我怎么只看到他跟我哥相聊甚欢，见我一直不说话，歪头凑近了看我，真的不想跟我谈谈。我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漂亮脸蛋，讪讪一笑。那个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问出来我就后悔了。如果比今天早，那我之前还演来演去，知道了不是很尴尬吗？如果你不想说也可以。他打断我，我想说，只要是跟你，什么我都想说。他做回忆状，我在医院看到你那些小习惯的时候，就有点怀疑了。然后我问我妈要了你的微信号，她不需要再说，我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了。她居然从我去医院的时候就知道了，难怪她后面几天对我莫名亲近。学校里知道我大号联系方式的人的确太多了，她只要稍稍一比较，我就知道根本瞒不了多久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我拼命跟她鞠躬道歉，我一定会保守你的秘密，也绝对不会让你的。你的私密照外泄的。柳如烟却稳稳抓着我，不让我再有弯腰的机会。她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，永远不需要跟我道歉。虽然那些照片我的私心是只给你看，但如果你实在想分享也行。还有你说的什么秘密？那天讲座大家都知道我有男朋友了，我并没有因为只是网恋就故意隐瞒。我渐渐从他温柔专注的眼神中抓住了些许令人心安的成分，但仍不放心。那你可不可以不要给我挂科？他无奈扶额。谁说我要给你挂科了？我提醒他。那你那天还说什么我下学期会选你的课？他更无奈了。我只是想说，下学期我们还会经常见面。我以为我说破了那句话，你会考虑挑破身份和我见面。如果你不答应和我见面，我会一直求你。谁知道来的还真是你哥。我呆在那里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他继续说，我妈和我说了，医院是你主动去的，照顾我也是你主动提的。我想这就说明你心里有我。那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你的态度转变是从讲座那天开始的。我只能想到那天讲座你也在，你发现了和你谈恋爱的是我，所以和我分手的理由只能是因为我在现实中不让你满意。可你明明很喜欢我发给你的照片，所以并不是因为我的外表。那么只剩下我的身份。我被他条理清晰的分析说得一愣一愣，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最后一句话，柳如烟像是用尽了力气才问出口，博达，你不喜欢师生恋是不是？我几乎是瞬间回答，不是。他有些愕然，那是什么？我垂眸不去看他的眼睛，我感觉你不会喜欢。而且刘老师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喜欢你吗？你现在知道那个账号皮下是我这个普通学生还喜欢我吗？他几乎是愣住了，某种渐渐涌上的不可置信。我黯然，果然被我说中了。柳如烟却脱口而出，你觉得你是个普通学生？义工社社长，绩点年年学院前3，省学科竞赛2年金奖，我妈最得意的学生，你管这叫普通学生？而且你不知道自己长得有多招人吗？我一开始就喜欢的是脱下皮囊的你，不管你穿上皮囊是什么样，我都会喜欢你。至于师生恋，只要对象是你，我高兴都来不及。我脸有些红，张了张嘴，却没发出声音，好半天才说出来句，你咋还查我绩点？他一下失笑，我没查，是我妈跟我提的，她特别喜欢你。被他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有了点自信，说话都挺着腰板，但仍结结巴巴。可你的人设一直是清冷禁欲，你肯定不想别人知道你跟我那个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他挑眉，人设？我从没立过人设，只是我的确对一些东西没兴趣，对你却不一样。如果你希望我换个人设，我完全同意。最后的最后，柳如烟瘪着嘴让我把他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。我刚把他拉出来，就收到了5000的转账。我一愣，你干啥呢？他目光悠悠，这样可以试出来我有没有被你拉黑。
刚分手那几天，我试了好多次，我一时有些不好意思，想转移话题。那你现在还是什么？你说 V 你5块买营养快线，你会还给我？他指了指聊天记录那句我亲手发的话，现在可以兑现吗？现在？你确定？我羞愤无脸，但你赚多了。他理直气壮，我要你还我1000倍，1000倍，这不是要我那个啥金啥王吗？虽然他现在如此外向，在学校还是没有换人设，他在外依旧是不可亵玩的高岭之花，原因无他。我觉得他私下那一面，我一个人独享就好。室友也常常追问我和柳如烟的进展，我一概缄口不言。只是深夜总是收到他发来的露骨照片，看着看着就流了鼻血。柳如烟还调侃我就知道你喜欢，你还骗我说你不喜欢了。我羞愤不已，你什么意思？他赶紧解释，我的意思是，幸好你喜欢，而我恰好有，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给你看，讨你喜欢。我比血更多了，看着他新发来的照片，慌里慌张地捂住屏幕，生怕别人看到。她这裙子可真是越来越短了，一直到下学期，如柳如烟所言，我们需要选她的一门课。第1节课，她在讲台上自我介绍，满满3页的科研经历，她寥寥带过，说起婚姻状况，却特意补充我目前未婚，但和男朋友很幸福。她含笑的眼神掠过众人，遥遥指向我。我坐在倒数第2排的角落，埋着脑袋不敢看她。室友又开始拽我衣服，博达，你看呐，刘老师笑得好开心啊。以前都说刘老师很严肃，可他好像特别喜欢咱们班。我小心翼翼看过去，正对上他的目光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果然一到互动环节，他就开始温柔呼唤博达同学。别人都觉得他温柔了很多，我却觉得他像是要索我的命。我这节课站起来的次数比我上学期1整学期都多。姐姐，你低调点行不？求求了。僻静之处，我拉着柳如烟，双手合十。她挑眉，我以为我已经很低调。我瞪大眼睛，你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在说我是你最宠爱的学生吗？她扶了扶金丝眼镜，深以为然，说的没错，你的确是要死。谁让他这会儿哄人了？我扯着他领子，说好我毕业之前保密的，结果由于我故作凶狠，用力过猛，他系得严严实实的扣子崩了2颗。他笑意盈盈看着我，乖乖，这是干什么？又俯身故意贴着我耳朵暧昧低语，等晚上给你看个够。柳如烟说她努力低调，可每上课总爱跟我互动，并且一进教室就热衷于在众人中搜寻我的位置。大家看得出她对我格外优渥，因此期中考试前，同班同学纷纷私信我，求求你了，博达，你能不能跟刘老师说别闭卷啊？这才期中呢，闭卷考试不是要我的命吗？我思索片刻，转头就撞进了柳如烟怀里。她弯腰看着我，轻笑，你也想开卷吗？我兴奋点头想。她朝我指指自己的嘴巴，亲我一口。我低头凑上去，她却不知餍足，在我双唇即将离开的时候，伸手揽住我的腰，再亲一口。来不及发出更多声音，她已然轻巧地张开嘴。随着这个吻的加深，她也慢慢倒在沙发上。她脚尖勾住了我大腿，我就顺势压下来，更为肆意地掠夺她的气息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亲得都喘不过来气了，她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我，拿起一旁的手机发通知，期中考试开卷形式。我在后面默默瞪眼，谁能想到传闻禁欲的柳如烟根本一点都不禁欲。1年后我毕业，和柳如烟约会终于不再避着人，我们在逛街时手拉着手。柳如烟突然感叹，我好幸福。她低头看着我们十指紧扣的双手，这是不是叫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？我想了想，还没老呢，老了再说。晚上路过一家面包店，听到里面的广播音，中秋来临，买点月饼，和最重要的人一起赏最浪漫的月。柳如烟停下脚步，仰头看了看天空，那里一轮明月高悬，她看得出神。博达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觉得月亮特别纯净美好，遍地都是月光，可月亮只有一个。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还没看清，忽然感觉脸颊被人啄了一下。她踮脚在我耳边低语，博达，你就是我的月亮。月光下，十指紧扣的手更加用力地握住了彼此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